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了哈。先分享刘志同学的一个体会啊，他的前面就写了一个体会，他说：“各位老师好，是拜访一位练功30多年的大姐，她说呀，如果有时间，说站桩一般就在3个小时，一站能站3个小时。说惊讶的同时啊，我在想，我比她还小3岁，我也应该行啊，有这种信心了啊。”说7月10号的下午尝试站1个半小时没问题，这跟着729课安静，本来就是安静的这一刻竖立。说当老师带动作的时候还站着，用意念练，课结束后呢继续站了10多分钟，1个半小时完成。说虽然有杂念，心基本上在家里，也还没往外跑哈，心里平静无烦无躁。只有在膝关节下沿有轻度的酸痛感啊，1个半小时也很好。紧接着又尝试7月11日下午，说跟着729课竖立，课程结束继续站了2个钟头，那3个小时了哈。用本来心法、爱的呼吸、节节贯通等心法，就我们讲过的这样一些心法哈。说约1个半小时时。他也说1个半小时，括号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1个半小时哈。说右肩膀呢有酸胀痛，说用拆解就拆解自己啊，用拆解的这个心法有缓解，但时间不长，任他去，不理他，杂念多，心基本上都在家里，心平静，无烦无躁。有时候有杂念没有关系，关键有念头，我能不能再觉知回来？有杂念，马上就觉回来哈。又接着哈，是7月12号的下午2个半小时，基本上保持能动者皆不动的状态，就你身体平常能动我都不动，就定住。说心在家平静，无烦无躁啊，杂念多，家还有什么呢？可能有一种胀的感觉哈。收工后呢，迈步走的时候，膝关节有点不舒服。7月13号下午，跟着729课竖立，课程结束后自主竖立，借天之力呀，浮在虚空，保持不存在的存在，就以不存在的形式存在这样状态。说明刘志老师是一直在听啊，前面的一些心法记得很熟哈。是心息相依呀，手神丹田。说中段请来伟大的上师，就呼吸哈，用柔和细腻爱的呼吸呀，轻触体内这个大的空间中各部位一段时间，融融的很舒服，脚麻胀了，有了脚的实体感，想起了圣人呼吸在种，就想脚是漂浮的，用拆解和种呼吸调节有效果。就是学了这些方法之后，在锻炼的时候，用这些方法去调节。想觉知右手就自己动了一下，用呼开吸合，两手间拉不开合不住，我也不理他。说后段呢，想用睡眠的心法没用好啊，回到了有形有相的实体身体这种状态，说马上用松散的这个心法。还有包括形体拆解松散周围的这个虚空，就把形体拆解松散到周围的虚空，又觉知到无形无相的不存在的这种存在状态，又无形无相的这种状态了。继续用本来心智收工，共用了3个钟头多一点，心大多数呢都在家里平静无烦无躁无煎熬。说总的来说，通过这样的实践锻炼了意志力、自控力和腿脚的力量。但是呢，松的不透他说松的不透，静的不深觉知的不完整。我想时间是提升觉知力的基础自己很谦虚说低质量的这个树立、肤浅的体会让老师们见笑了就是说，那刘志老师他能够自己去尝试，听到别人站3个小时，我也去尝试。首先我自己告诉我是可以的。有的人可能一听说有3个小时，我可不行啊。后来那你如果说我可不行，那你就可能就真的你就站不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最多就只能30分钟，你站到30分钟多一点，你就开始难受，
就很难坚持不住了，可能20分钟就开始难受了，硬熬能熬到30分钟。他就觉得，我比他还小3岁，他那3个岁我也可以呀。然后就开始实践的时候呢，就用这些心法。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这样一种去尝试，一种去实践锻炼，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锻炼，你看往身体里面觉知，它其实好像也是做科学研究一样只不过是研究的主体是我自己，研究的课题也是我自己。是为什么研究就要探索，你要去琢磨。这个琢磨不是用头脑去分，你总用心去感，我怎么样能够放松下来？有感觉，我怎么样能够把身体再放空一些？慢慢要去实践，要用心用心。好了，今天我就来分享今天这个内容。今天内容和刘震老师分享也有相关的地方比方说他讲那个我们用的各种心法，不动，说所能动者皆不动。今天讲的也是这样。题目叫不动而动，无觉乃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大家不用去太多的理解这个意思我只是讲一种做法。怎么做呢？说不动，比方说我们站桩的时候，你往那一站，当然打坐也一样，我们就讲站桩梳练，往那一待，你往那一站，因为我们姿势已经知道了，这个姿势一调整好，马上怎么样？不动。就你平常所能动的，我都不动。你不能说站在这儿之后，平时能动，胳膊动一动，腰动一动，脖子扭一扭，腿动一动，不，就所能动者皆不动，就好像往那一站，趴下。木头人，小时候玩那个木头人，说不动而动，你就不动，外表上所能动的就不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把你外表你所能动的是谁指挥？是你后天的头脑指挥的。我要干什么？哎呀，这个酸了，这个我要动一动，后天头脑指挥。你的一动，说明你那个头脑在动。说我通过形体不动，你把头脑那块听住。你这不动，外表上平常老动着不动了，这时候内在的变化才明显起来，并不是说原来内在就不动就停的，原来内在气血也在流通只不过你没有觉知。好了，外面一不动，外面不动的那个干扰没有了，你可能突然觉得不隆，某个地方不隆一动，或者头里面不隆一动，你身体就松很大一块，那会儿动，不动。你外面不动了，所能动者皆不动，你能动的皆不动，那个自律神经控制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内在很自然的，不需要你头脑指挥的那个动，才会明显起来，血液的流动，气血、经络的流动，里面那个动。最后去讲说锻炼，说大动不如小动，你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不动就完全人就死了，就定在这儿不动了吗？不是，不动之后才有什么？才有那个蠕动，内在的那个潜移默化，才真正出来。这个没有太多的道理去说明它就是去讲，它就是你在那一不动之后，你不动你待着，它是实践的，它不是道理，它是练，是功夫。你自然而然的觉得里面它会动了，特别是你不动，头脑不动，身体不动，头脑越不动的时候，有时候头里面咯噔一下，好像冒泡似的，开窍，噔隆一下，头脑噔隆一下之后，身体有时候啪啦一大片就松开了。你老动那个东西，把那个本来里面应该自己动的东西，它干扰掉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睡觉，为啥睡觉就能够恢复体力？你睡觉就不动了，基本上，所能动者皆不动。那么你的所能动者皆不动，这是第一点，头脑定住不动，身体定住不动，你可以说2点，定住不动。那现在还有一个
也是最近我要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你一直在练的什么的。你开始一站的时候，有人比如说我心息相依啊都不太好，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方法，有什么方法呢？呼吸，就这个不动啊，呼吸不动。你可以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就是也是我自己的分享，自己的体会。你比方说一站，你先可以深吸一口气，吸多一点，然后憋住不动。当然你也可以不吸气，直接憋住也行，最好能吸一口气。大家跟我一块做一下试试啊！来，你深吸气，然后憋着不动。你深吸气憋着不动，你会感觉全身有一种憋胀的感觉。然后你好像憋得难受了，然后慢慢的呼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啊，有没有悟到点什么啊？你看，大家注意听我说啊，你不要看我啊。一吸气，憋住了，比方说憋个30秒，憋1分钟。然后呢，你不喘气就得死了，就不行了，怎么办呢？呼气。你呼气的时候，是你控制它呼气的吗？不是，是你自己的生命，它需要活着，它需要是完全自然的。你要活着，它就是这样的。你是个百万富翁，他是这样呼吸；你是个很穷的，也是这样呼吸；你很高的官也是这样呼吸，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呼吸，有文化这样呼吸，没有文化也这样呼吸。这个和你的身份、和你的角色、和你的学问好像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和生命有关系，和活着有关系。你看，憋着，一呼气的时候，你身体都整个身体憋住了。比方说啊，我们憋了2分钟了，但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啊，你憋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呢，身体都憋得难受了，然后呼气。那有人呼气这样啊，精神跑外面去了，啊，好容易喘过气来了。但现在要求精神在里面，你看憋住了啊，憋很难受，然后呼气。刚才憋住呼吸的时候，全身好像都胀胀的。你一呼气的时候，你觉得全身，你整个身体一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松下来。心息相依怎么来呢？就是呼气，你是觉知的呼吸，就特别好，心息相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是随着呼吸的，而不是控制呼吸。呼吸是很自然的生命要呼气，哎，然后你就觉知你的呼吸，随着一觉，一下就能觉知到下丹田，因为你一憋住一呼气，你自然的一松就能松到肚子里。这是一个很巧妙又很简单的方法。你看，再看我，大家可以不用做，你看吸气，憋住了。你不用很长，几秒钟有时都可以，10几秒钟也行，更长一点也可以。然后呼气，你随着一呼气，胸就落下来了。你看，吸气吸满一落，肚子就沉下去了，自然的带着你，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而且内在是有感觉的，不单单是里面有感觉。然后你精神就守到里面去了，再随着吸气慢慢调整。当你通过这个呼吸把精神引到里面之后，你慢慢调整成平时的那自然呼吸。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当然有的时候你直接能进入这种状态，就不用这个方法了。但最好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就是呼吸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极端一点啊。但是大家注意啊，一定不要憋得很难受啊，用不着，就稍微憋一点点就有感觉了，身上有感觉了之后一呼气，你觉得，说呼吸怎么能觉知到身体里面？这不就觉知到了吗？你就心息相依了。
吸气，胸落，呼气一落，胸往下一落，虚其心，实其腹，就要肚子里去，自然而然你就腹式呼吸也出来了。哎，自己的觉知。大家注意哈，这是一个很巧妙、很好的办法，很好的办法。因为你憋住的时候，那时候你杂念都很少。为什么杂念都很少啊？你得活着，是吧？你不能，这时候你还想很多念头，憋着难受，一吐气还想很多杂念，你不会想。就是你自然的这样一个憋气的过程，就让你自己念头都没有了。哦，大家注意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锻炼，只是通过这个方法让你去体会什么呢？哦，这时候只有呼吸，没有别的，只有我对呼吸的觉知是唯我于子嘛，我跟呼吸，心跟呼吸在一块儿了。那个时候的你是干干净净，因为是没有杂念，只有一个目的，我得活着。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哈，你头里你想很多念头，这些念头或者不想念头，这个念头但是好，你没有念头，你照样活着。你没有知识，你没有学物理，没有学化学，没有学什么什么，没有什么知识，你这样能活着。你没有呼吸，你活不了。就说明呼吸比头脑中你那些观念、你那些想法，甚至说你那些豁然开朗的什么高明的东西，比那个全部都重要。那些东西可有可无，但呼吸是一定得有，有它才有我生命。所以我锻炼的时候，我不去想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跟我生命基本没有关系。我要觉知和我生命最有关系的呼吸。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它对你生命中是最重要的存在，最重要的存在。也可以说，就像平常我们的家人一样，是吧？你看，有的人就把那个笑脸、把好的全给了外面了，给家人都不是好的那个脸色，没有好脾气。其实给家人更应该有最好的脾气，因为家人对你生命是最重要的，相比别人来说。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呼吸太重要了。你头脑中那些理念、那些观念、那些想法，那些东西，它都是在外面，都脑中一个记忆而已，别人的一个想法而已。哦，一锻炼，哦，我就想那个，哎呀，那个念头跟我生命没关系，觉知呼吸，心息相。所以不动，哎，耳动，呼吸不动，完了之后，有动，那么无觉乃觉什么意思？你不动的，一不动，头脑停了，好像我啥也不知道，啥也没感觉，是空的。然后一呼气，哦，觉知身体，但是不动，哦，啥都不知道，哦，身体里面咕噜咕噜有点变化，哦，有觉了。你不要总想，那不行。你不去想，哎，不动，头脑也停了，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哦，其实没什么感觉是干什么呢？是把平常的那些东西先放一放。那个无觉就是不去想那些东西，哦，乃觉才有真正的对生命的觉察。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那咱们现在啊，我们就起来练一下，这个方法真的很好，每一次你都可以玩。先不动，就先不动什么，先停，停就好像什么，把常态的事先停了，把其他的事先停了，回到我生命之中了。好，站起来啊。放松，安静。
脚分开。安静。手臂慢慢上抬，慢慢前抬。放松到虚空之中，身体微下端，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姿势。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那个憋气长短，一定不要憋得慌啊，因为有一点点就可以。你可以自己试一试，比方说现在啊，身体不动，吸气，装满一点，然后憋住不动。注意要觉知身体啊，会觉得身体有点胀得慌，手甚至都胀得慌，身体都会胀得慌。然后呼气，在身体里面意念觉知里面，随着一呼气，那胸往一沉，那气自然的就落入丹田了。你的觉知也就随着咕噜进到身体里面了。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每个人的呼吸长短不一样啊，你可以试。吸完气之后一停，就好像头脑也停了，啥都停了，让身体憋一会儿，然后一呼气，随着身体一定有感觉，然后那心随着那个感觉就下来了，就随着呼吸心息相依了。憋气一定不要时间太长，待会儿就喘了。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来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把我们的意识，把我们的心带进去，心息相依。当有的时候啊，念头好像始终控制不住，甚至那个故事想起某某事儿，哎呀，总是放不下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去做。当你憋得很难受的时候，你自然那个事儿就放掉了。你会发现呀，所有的那些
怨恼烦呐、等等一些事儿，在生命面前，那都是微不足道的。你会发现，那一口呼吸才至关重要。有这一口顺畅的气在传，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把全部的精神复归呼吸，以及呼吸引起的生命活动的变化。这就自然的息虑望远，那些思虑，那些色味相色香味触外面的各种境界，在那个呼吸面前，真的都不重要。心息相依，那个神啊，就聚起来了，凝神入气血，丹田深处就有了清晰的觉知。一边真的
一步步走在回家的路上。
会上脸，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握，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保持这种安静的状态，静坐静养。
天讲的这个不动啊，不动而动，不觉乃觉。这个不动在前面其实讲了很多次了，讲了太多次了。这个不动的问题，那讲那个不动之后的那种动，不动是干什么呢？其实把我们头脑不动，让后天我们那个习惯势力不动，后天那个失神那个平常那个烦的意念不动，哎，不动之中，那个真意就动了。无意当中有这没有过去那些意念了，平常那个习惯惯性那个习气放掉了，它一直在动嘛，把它停住了，内在那个真意动了，那个真气才发动。那个你不动的时候，里面动某一些变化，那个真气才动。站桩的也是一样，说站桩发动真气，你不动，那后天能动的不动，那个真气才真能够发动开。而我大家讲的这个小的方法、小窍门，就是呼吸停住，你会觉得全身都有种憋胀的那种感觉，轻微的不要憋得很难受，一定注意啊，照顾好啊。然后一呼气，你自然全身都松。这呼吸是整体的，在这块最好体现。一呼气，哎，随着那个呼气，全身一动，意念就进去了，那个心就进去了，心息相依，就合到了生命活动之中。哎，咱慢慢在那种状态慢慢调整呼吸，心息相依啊，就很好做了。那真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这呼吸是非常重要的。那头脑中的一些想法、念头、情绪啊，吃点这个亏，那个都不重要。当然了，在特殊情况下，那孟子讲杀生成人，舍生取义，那些革命烈士在一定为了自己理想信念啊，放弃生命啊，就在所不惜，那另外一种境界。我们讲平常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我们修炼的时候，我们动的那些念头，都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可有可无的那些所谓的杂念啊，就这些，它和生命活动和那呼吸比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放掉它，觉知呼吸，心气相依，进去了。我们前面讲凝神入气穴，啊，心息相依，其实都在这里面了。那个神道气血即是命门神识，前面已经讲过了。哎，通过这样的方法，把神收起来，到里面了。啊，这不是道理，这是功夫。大家没事就没事多练，站桩的时候练，平常生活中打坐练，哎，待着一练，走路也可以练，随时随地心息相依，那个心就沉静下来了，就清明了。哎，你的生活、你的身体会发生变化，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你平静安详了，你一定会获得一种健康幸福的这样的生活。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大家晚安。